三星史诗级罢工被强制叫停，所有人都在说台湾供应链躺赢，但我要告诉你，这根本不是最关键的。真正决定未来10年全球科技格局的，是藏在这次罢工背后2个完全不同的企业制度的终极对决。看完这个视频，你会彻底搞懂三星罢工的底层逻辑，而不是只看表面的劳资纠纷。你会明白为什么台积电能做到几10年不发生大规模罢工，这背后不是员工听话，而是一套碾压级的利益分配机制。你会看到韩国财阀体制最致命的弊端，以及它给全球半导体产业带来的长期风险。最重要的是，我会帮你避开这次事件里散户最容易踩的3个致命误区，看懂全球供应链转移的真正红利在哪里。如果这些你都没搞清楚，现在跟风去买所谓的受益股，最后大概率会变成别人的接盘侠。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这次三星罢工被紧急叫停，是政府在保护国家经济，避免全面崩溃，还是在动用国家机器帮财阀打压工人的合理诉求？把你的判断和具体理由留在评论区，我会在评论区挑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和你一起拆解这个问题最核心的矛盾。你可能已经在很多地方看到了这次罢工的新闻，但绝大多数人都只看到了表面。大家只知道三星有5万人罢工，然后被法院紧急叫停，李在镕出来道歉了。但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反常的细节？李在镕的道歉是向全球客户道歉，而不是向自己的员工道歉，这就很奇怪了。罢工的是你的员工，给你造成损失的是劳资矛盾，你不先跟自己的员工道歉，反而先跟远在千里之外的客户鞠躬，这到底是为什么？你先别急着下结论，我们先来看一组数字，看完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这次罢工能让整个韩国政府都坐不住，甚至不惜动用几10年都没用过的终极权力。这次罢工从开始到被法院叫停，一共持续了18天。在这18天里，三星半导体工厂的产能直接下降了30%，每停工1个小时，三星就要损失8.8亿新台币。每小时8.8亿是什么概念？你眨一下眼的功夫，三星就没了24万。就算你每天中一个500万的彩票，要连续中48年才能补上三星这18天的损失。到罢工被叫停的时候，三星的直接经济损失已经突破了2.1兆新台币。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三星的半导体业务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它的上下游连着全球1700家企业。三星一停工，这1700家企业跟着一起停摆，从芯片设计公司到设备供应商，从封装测试厂到终端品牌商，没有一个能幸免。很多小公司本来现金流就紧张，只要再停1周，直接就会破产。更要命的是，三星的客户都是全球顶级的科技巨头，苹果、英伟达、高通、谷歌，哪一个都耽误不起。这些公司的新品发布都是按天算的，晚1天上市，可能就会被竞争对手抢走几百万台的销量。如果三星不能按时交货，这些客户不仅会要求巨额赔偿，还会直接把订单转给其他供应商。这已经不是三星一家公司的危机了，这是整个韩国的国家危机。你知道三星半导体对韩国有多重要吗？三星一家公司的半导体出口就占了韩国总出口的20%。如果三星半导体停摆1个月，韩国的 GDP 直接会下降1.5个百分点。如果停摆3个月，韩国经济会直接进入衰退。所以你现在明白为什么韩国政府拼了老命也要把这次罢工按下去了吧？这不是在帮三星，这是在救整个韩国的经济。为了叫停这次罢工，韩国政府动用了总统的紧急协调权。这个权力有多特殊？在韩国历史上，它一共只被动用过4次。上一次动用还是在20多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个紧急协调权到底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当发生可能对国家经济造成重大损害的罢工时，总统可以直接下令强制要求工会停止罢工，恢复生产。如果工会不服从，工会的领导人会被追究刑事责任，最高可以判3年有期徒刑。这个权利可以说是韩国政府的终极底牌，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会拿出来用，因为一旦动用，就意味着政府彻底站在了资方一边，会遭到所有工会和普通民众的强烈反对。任何一个总统都不会轻易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去冒这个险，但这次尹锡悦政府毫不犹豫地动用了这个权利，甚至在法院还没有做出最终判决之前，政府就已经提前放出话来，说如果工会不停止罢工，就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讲到这里，
如果你已经发现自己之前对这件事的理解太表面了，那就点个赞，收藏一下。后面还有更核心的内容，不然后面你可能真的会错过最关键的部分。很多人说这次罢工就是工人嫌工资低，想多要点钱，但我要告诉你，这根本不是钱的问题，或者说不只是钱的问题。如果只是单纯的涨工资，三星随便拿出一点钱就能解决，根本闹不到这么大的地步。这次罢工的本质是三星内部2个部门之间的彻底撕裂，是三星僵化的财阀体制积累了几十年的矛盾的总爆发。你可能不知道，三星集团内部其实分成了2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叫 DS 部门，也就是半导体部门，另一个叫 DX 部门，也就是消费电子部门，包括手机、电视、家电这些业务。这2个部门的处境可以说是天差地别。DS 部门是三星的现金奶牛，每年给集团赚走90%以上的利润。就拿去年来说，三星半导体部门的营业利润超过了50万亿韩元，也就是差不多1.2万亿新台币。而 DX 部门呢，连续3年亏损，去年1年就亏了超过3万亿韩元。按道理来说，赚得多的部门员工的待遇应该更好才对，但三星的制度偏偏不是这样。三星有一个统一的奖金制度，不管你在哪个部门，不管你给公司赚了多少钱，你的年度奖金最多只能是基本工资的50%，没错，就是50%，上有封顶。也就是说 ，DS 部门的员工每年给公司赚走1万多亿新台币，他们的奖金最多只能拿半年的工资。而 DX 部门的员工每年给公司亏掉几百亿，他们的奖金也能拿半年的工资。你想想，这换谁能接受？你在一家公司，你一个人干了全公司80%的活，创造了90%的利润，结果到年底发奖金的时候，你和那些每天混日子、给公司亏钱的同事拿的钱一模一样。老板还告诉你这是公司的规定，谁都不能改，你会不会生气？你会不会觉得不公平？这就是三星 DS 部门员工的真实感受，而且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了。最近几年，半导体行业迎来了超级周期，三星 DS 部门的利润翻了1倍还多，但员工的奖金还是最多50%，一分都不能多涨。而三星的管理层呢，他们的年薪和分红却跟着利润水涨船高。李在镕去年的个人收入超过了1000亿韩元，也就是差不多24亿新台币。一边是管理层赚得盆满钵满，一边是创造了绝大部分利润的基层员工，连多拿一点奖金都做不到。这种巨大的反差就是这次罢工最直接的导火索。其实早在几年前 ，DS 部门的员工就已经开始不满了，他们多次向公司提出要求修改奖金制度，让利润和奖金挂钩，但三星的管理层每次都以要照顾 DX 部门员工的情绪，要保持集团内部的公平为理由，拒绝了所有的提议。在三星的管理层看来，整个集团是一个整体，赚钱的部门就应该补贴亏钱的部门， DS 部门赚的钱就应该拿出来养着 DX 部门。至于 DS 部门员工的感受根本不重要，这种想法就是典型的财阀思维。在财阀眼里，公司是他们家的，员工只是他们赚钱的工具，工具不需要有情绪，不需要有想法，只需要听话干活就行了。但他们忘了，工具也有生锈的时候，工具也有反抗的时候。当不满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这次罢工就是 DS 部门员工积压了10几年的不满的总爆发。他们已经受够了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受够了用自己的血汗钱去补贴那些亏钱的部门，受够了管理层的傲慢和冷漠。这里我必须说一句，工会的要求也确实有点漫天要价。他们要求三星无条件平分15%的营业利润给所有员工。注意，是营业利润，不是可分配盈余。很多人可能分不清这2个概念。营业利润就是公司的营业收入减去营业成本之后的钱，但这笔钱并不是全部都能拿来分的，它还要扣掉企业所得税、研发费用、设备折旧，再投资资金，剩下的才是可分配盈余，也就是真正能分给股东和员工的钱。如果真的按照工会的要求平分15%的营业利润，那三星每年要拿出超过7万亿韩元来给员工发奖金。这样一来，三星的研发投入直接会砍半，设备更新也会停止，未来几年的竞争力会直接下降一个档次。到时候不用台积电打，三星自己就先垮。所以这件事没有绝对的对错，三星的管理层傲慢自私，制度僵化，活该被罢工。但工会的要求也确实不切实际，有点
狮子大开口的意思。双方都有自己的问题，但根源还是在三星僵化的财阀体制上。你先记住这个点，后面它会突然变得很关键。当我们把三星的问题看清楚之后，再转过头来看台湾的科技企业，你就会发现两者之间的差距根本不是技术上的差距，而是制度上的差距，是企业治理理念上的差距。很多人说台积电之所以这么厉害，是因为它的技术好，是因为它有阿斯麦的光刻机。但我要告诉你，这只是一部分原因。台积电最厉害的地方根本不是技术，而是它的利益分配机制。是这套机制，让台积电做到了几十年不发生大规模罢工，让所有员工都愿意拼了命的为公司干活。台积电的分红制度和三星完全是两个极端。三星是奖金上有封顶，不管你赚多少，最多只能拿50%，而台积电是拿出每年8%到10%的净利润，用来给员工分红，上不封顶。也就是说，公司赚的越多，员工分的就越多，没有上限，没有天花板。去年台积电的净利润超过了2万亿新台币，按照10%的比例，就是2000亿新台币用来给员工分红。台积电一共有大约6万名员工，算下来，人均分红超过了330万新台币。就算是刚入职的基层工程师，去年也拿到了超过100万新台币的分红。而2025年，半导体行业的景气度会比去年更好，台积电的净利润预计会超过2.5万亿新台币。也就是说，2025年台积电员工的人均分红会超过260万新台币。注意，这只是分红，还不包括基本工资和年终奖。你想想，如果你在台积电上班，每年光分红就能拿200-300万新台币，你会没事儿去罢工吗？罢工是要扣工资的，是要丢工作的，是要影响自己的职业生涯的。不到万不得已，没有人愿意走这一步。很多人说台积电的员工不罢工，是因为台湾工人性格温顺听话，这是我听过最可笑的说法。谁会跟钱过不去？如果一家公司每年给你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分红，把你当成公司的合伙人，而不是赚钱的工具，你会去罢工吗？台积电的稳定根本不是靠压榨，而是靠把员工变成利益共同体，让员工明白，公司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利益，公司赚得越多，自己赚的就越多。这样一来，不用老板催，员工自己就会拼命干活。除了台积电，台湾的其他头部科技企业也是一样，比如大立光，也就是给苹果供应摄像头镜头的那家公司。大立光的分红比例比台积电还要高，每年拿出15%以上的净利润给员工分红。去年大立光的人均分红超过了400万新台币，是全台湾人均分红最高的公司。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利益分配机制，台湾的半导体和精密光电企业才能保持几十年的稳定。不管行业周期怎么波动，不管外部环境怎么变化，员工的积极性永远都在，企业的产能永远都能保证。而这一点恰恰是三星最欠缺的，也是韩国财阀企业永远都学不会的。在韩国财阀眼里，公司是家族的私产，利润只能归家族所有，员工只是雇佣来的工人，给你发工资就已经仁至义尽了，想分利润门都没有。这种理念上的差距，最终会转化成竞争力上的差距。这次三星罢工就是最好的证明。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几年，全球所有的顶级科技公司都在慢慢把订单从三星转移到台积电。苹果的 A 系列芯片原来有30%是三星代工的，现在几乎100%都交给了台积电。英伟达的 H100和 H200 AI 芯片原来还有一部分是三星代工的，现在也全部转移到了台积电。高通的旗舰骁龙芯片现在也有超过80%是台积电代工的。很多人以为这些公司选择台积电是因为台积电的工艺比三星好，其实不完全是。三星的3纳米工艺虽然良率比台积电低一点，但也已经能用了。真正让这些公司下定决心转移订单的是供应链的稳定性。这次三星罢工给所有全球客户都上了生动的一课。你把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订单交给三星，结果他说罢工就罢工，说停摆就停摆，你的新品发布不了，你的市场份额被抢走，你的损失谁来赔？三星最多赔你一点违约金，但你失去的市场机会是多少钱都买不回来的。而台积电呢，成立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罢工，从来没有因为劳资纠纷影响过客户的订单交付。不管发生什么事，台积电的工厂永远都在24小时运转，
永远都能按时交货。对于苹果、英伟达这样的公司来说，供应链的稳定性比一点点的成本差异重要10000倍，他们宁愿多花一点钱，也要把订单交给更稳定的供应商。所以这次三星罢工最大的受益者不是任何一家韩国公司，而是台湾的半导体和精密光电产业。它相当于免费给台湾的供应链做了一次全球广告，让所有的全球客户都看到了台湾企业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未来几年会有越来越多的订单从韩国转移到台湾，这不是短期的炒作，而是长期的趋势，是全球供应链基于风险考量做出的必然选择。讲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说，那我现在去买台积电、大立光的股票，是不是就能躺赢了？等等，这里就不对了。如果你真的这么想，那你很可能会踩进这次事件里最大的一个坑。很多散户看新闻炒股，看到一个利好消息就马上冲进去买股票，结果往往是买在最高点，最后被套牢。这次三星罢工事件也一样，很多人只看到了表面的利好，却没有看到背后的风险和误区。接下来我要讲的3个散户最容易踩的致命误区，你一定要认真听。只要避开这3个坑，你就能比90%的散户更清醒。第一个误区，以为所有的台湾供应链企业都能受益。很多人一听到供应链转移，就随便买一个台湾的电子股，以为都能涨。但实际上，真正能吃到这次红利的，只有高端半导体和精密光电领域的头部企业，比如台积电、大立光、联发科这些公司。那些低端的代工厂、零部件供应商根本分不到任何红利，因为三星的罢工影响的是高端芯片的产能，而不是低端芯片。低端芯片的产能本来就过剩，就算三星停工，订单也不会转移到这些低端厂商那里。如果你买了那些低端的电子股，最后不仅赚不到钱，还可能会被套牢。第二个误区，短期追高，以为利好出来了，股价就会一直涨。很多人看到三星罢工的新闻，就马上冲进去买台积电的股票，结果买进去之后，股价不仅没涨，反而还跌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资本市场是提前反映预期的。当你看到新闻的时候，这个利好其实已经被市场消化的差不多了。机构早在新闻出来之前就已经建仓完毕了。等你冲进去的时候，正好是机构出货的时候。供应链转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可能需要3到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所以这次事件带来的红利是长期的，而不是短期的。如果你想短期炒作赚快钱，那你大概率会失望。第3个误区，以为三星会一蹶不振，韩国财阀体制会马上崩溃。很多人看到三星罢工就觉得三星不行了，以后半导体行业就是台积电一家独大了。这种想法也是非常幼稚的。三星的技术实力还是非常强的，它是全球唯一一家同时拥有芯片设计、芯片制造、芯片封装测试全产业链能力的公司。它的存储芯片业务现在还是全球第1，市场份额超过了40%。它的逻辑芯片代工业务虽然不如台积电，但也是全球第2。这次罢工只是暴露了三星制度上的问题，并没有动摇它的技术根基。短期之内，三星的半导体业务不会出现大的问题，但长期来看，只要三星的财阀体制不改变，只要它的利益分配机制不改变，它和台积电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韩国财阀体制已经运行了几十年，积累了太多的问题，这次罢工只是一个开始，未来还会有更多的矛盾爆发出来，但它不会马上崩溃，它会像一个慢性病患者一样慢慢衰落。所以如果你现在就做空三星，或者觉得韩国经济会马上崩溃，那你一定会输得很惨。其实这次三星罢工给所有的企业都上了一课。一个企业能走多远，从来不是看它能赚多少钱，而是看它能不能和自己的员工共享利益。当你把员工当成赚钱的工具，当成可以随意替换的零件的时候，员工自然不会对公司有任何归属感。一旦有更好的机会，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离开。一旦公司遇到困难，他们也不会和你共度难关，甚至会像三星的员工一样，用罢工的方式来反抗你。而当你把员工变成合伙人，让他们分享公司的成长红利的时候，员工自然会把公司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他们会主动加班，会主动解决问题，会和公司一起面对困难。这不是什么高深的管理学理论，这是最基本的人性。很多老板总说现在的员工不好管，没有奉献精神，但他们从来不会反思自己。有没有给员工足够的回报？有没有尊重员工的价值？你只给员工发3000块的工资，
却要求员工有3万块的奉献精神，这不是员工的问题，这是你的问题。台积电的成功不是因为它有多么厉害的管理技巧，而是因为它尊重人性，尊重员工的劳动价值。他明白，只有让员工先富起来，公司才能真正富起来。而三星的问题也不是因为它的技术不够好，而是因为它的管理层太傲慢、太自私。他们把所有的利润都据为己有，却让员工承担所有的风险和压力。这样的公司，就算技术再强，也走不远。未来10年，全球科技产业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但最终决定胜负的不是技术，不是资本，而是人。谁能更好地激发人的积极性，谁能更好地和员工共享利益，谁就能在竞争中胜出。台湾的科技企业已经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而韩国的财阀企业还在自己的老路上越走越远。这次三星罢工只是一个序幕，未来我们还会看到更多类似的事情发生。全球科技产业的格局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而台湾正在迎来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如果你喜欢这种深挖事件底层逻辑的内容，订阅我的频道，后面我会继续拆解全球科技产业的那些大事，帮你看懂背后的财富逻辑。最后跟大家说一句，今天的内容只是我的个人观点和信息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所有涉及投资的决策，都请你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咨询专业的投资顾问，不要盲目跟风，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